家，今天呢要带大家看 iPhone 15 Pro Max 1个月的使用心得。用了这个月下来呢，其实中间有体验到一些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优点跟缺点哦。到底 iPhone 15 Pro Max 值不值得购买？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首先在荧幕外观的部分呢，我觉得它跟14 Pro Max 其实设计是差不多的。这次它的边角的确是有修圆，然后比较好握一点。但是装上壳之后其实是差不多，一样在单手操作的部分还是有一点难度。尤其是如果你手比较小的话，因为我手已经算大的，你的拇指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按到最边缘。然后在颜色的部分呢，这次我选了钛色嘛，一开始的心情就是蛮新奇、蛮特别的，毕竟就是新颜色。然后每次我在 Instagram 上面投票，让大家选要哪个颜色的时候，每一次都钛色第一名。当然可能就是大家想要看钛色是长怎样，但是我自己后来用一用呢，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有点太酷了，就是酷风、冷酷风那种感觉。例如说我自己偶尔想要穿的女生一点的话，就会觉得好像拿白色比较适合这样子。这一点女生是可以稍微参考一下。那在重量的部分呢，这一次它的重量虽然有减轻，但是我觉得那个差距没有到很大。就是如果你觉得14 Pro Max 重的话，你可能也会觉得这台有一点重量。再来就是这个 USB-C 孔哦，确实这一次从 Lightning 改成 USB-C， 它充电方便了很多，就随便抓一条线过来就可以充电。但是呢，因为我的 AirPods 还是 Lightning， 所以就变成 Lightning 那条线还是不能舍弃，所以苹果才要一起出 USB-C AirPods 啊。那除了充电之外呢，这次传输速度也有增加，就是 Pro Max 的最高规格是 USB 3，但是老实说，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用到，因为像传 MacBook 的话，就是 AirDrop 非常的方便，就除非如果你今天电脑是用 PC 啊，或者是你的档案真的非常的大，像是你拍 RAW 档或是拍很大的影片才会用到线传，就其实一般人日常使用的话 ，AirDrop 是非常够用的。再来下一个讲到动作按钮，就是这一次 Pro 系列的静音键不是都改成了这个动作按钮吗？然后这个按钮是可以自定不同的功能的。那除了官方预设的几个功能之外，还有捷径啊，或者是最后有一个无的选项。真的有人会设成无吗？那设定完选项之后呢，你必须要长按它才会动作。不过这个部分就要提到，这一个月下来，就是偶尔还是会不小心压到那个动作按钮。那像是这种凹下去的壳，可能就比较不会误压到这个按钮啦。那这边分享几个动作按钮，我觉得非常好用的功能。第一个要讲到的是录影功能，就是我们在设定的动作按钮里面呢，我们去找到相机这个选项，然后你看到下面其实还有一个选单哦，把它点开来，这边就会有一个录影。那这个差别是在哪里呢？就是例如说我现在长按这个动作按钮，它就会直接出现录影的画面。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再按一下动作按钮，或者是任何一个音量键，它就会开始录影了。那这个好用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当你今天要开始录影，但是你不希望对方发现的话，例如说你手机现在摆在桌面上，然后它现在是上锁的状态，你就可以直接长按这个动作按钮，它可以绕过锁定画面，直接开始录影。然后另外一个很好用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语音备忘录，就是一样在设定的画面往后滑去找到语音备忘录。那这个很好用的就是它可以一键开始录音。就是当我们今天设定完之后呢，不管你今天是锁定画面还是没有锁的状态呢，你只要长按这个动作按钮，它就会开始录音了。那另外第三个好用的功能就是它可以透过捷径连到荧幕截图哦，就是之后这个动作按钮你长按它就会自己截图这样子。那要怎么设定呢？首先我们去捷径，然后我们先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在加入动作这边，我们在上面的搜寻栏打截图，这边就有一个拍摄截图。然后按右上角的完成，接着呢，我们到设定里面来设定动作按钮，滑到最后面呢，就会出现捷径。选择捷径里面呢，在我的捷径这一栏里面就有一个拍摄截图，按下去，这样子你以后长按这个按钮，它就会截图了。像有些人如果不习惯原本截图的方式，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截图。大家拿到 iPhone 15之后，不知道会选择怎样的手机壳呢？今天的影片赞助商 UAG 也为这一次 iPhone 15系列推出了防摔保护壳。除了过去大家喜爱的经典款式之外，也有透明款可以选择。另外，我也超爱今年 UAG 的广告，拍得非常有质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UAG 懂用哦。我代言人啊，我告五人，我宜兰人。吴康人。那除了这部短广告之外，还有一部 Billy 姐跟吴康仁有趣的互动短片哦。UAG 懂用哦。什么都不必说，哈哈，哈哈，什么都不必说，什么都不必说，是被归盖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购买 iPhone 15的话，可以搭配 UAG 的手机壳，超强防护力，给你满满安全感。那相关的购买资讯我也会贴在资讯栏哦。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续航跟散热在续航的部分呢 ，iPhone 15 Pro Max 正常的使用是大约1天1充，就是一整天用下来可能还剩下20多%的电量。那像是如果你很常用相机或是一些很耗电的 App， 例如说修图调色的软体啊，或是你很常打游戏都会有差。例如说大家很常玩的传说对决，我自己有实测过，就是如果你特效全开的话，其实它不太会发热，就是顶多温温的，耗电也还算是正常。但是呢，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如果你需要长时间的4K 录影的话，尤其是在大太阳下的话，就要特别注意。这也是为什么等等我最后会提到，我有可能会换到15 Plus， 就相机的部分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其实这2只手机啊，就是 Pro Max 跟 Plus， 我算是同时测试，有的时候就交换使用这样。我自己私心的觉得15 Plus 它的续航跟散热比较稳定一点，但是那个部分我等一下再补充。那在收讯的部分呢，因为去年我也有发一支14 Pro Max 1个月使用心得，然后在里面我就有讲说我觉得收讯有变差。那好消息就是我觉得15 Pro Max 它的收讯是比较好的。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工作室里面，其实有一个收讯的死角，其实就是厕所啦。就是在那个厕所里面，每次我用14 Pro Max 要上网什么的，我都要去伸手寻找讯号这样子。但是15 Pro Max 就不用，就正常的使用还是可以收到微弱的讯号。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个案还是怎样，因为其实有一些15 Pro Max 的用户也有回报说他们觉得收讯变差。那这些人有些人可能是从13或者14 Pro Max 换过来的，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标准到底在哪里。但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是，我觉得13跟15收讯都是正常的，14 Pro Max 比较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一代的收讯比较差呢？还是有比较好？欢迎在下方回报哦。再来讲到的是相机的部分，使用了这阵子下来，我觉得15 Pro Max 它拍的照片跟上一代14 Pro Max 差异并不大哦。但还是老话一句，就是隔一代可能感受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从11、12、13换到15的话，一定是很有感。尤其这次又加了5倍镜哦。iPhone 的照片我一直觉得他们的风格比较是偏所见即所得的感觉，就是跟现实当中你看到的颜色或者是光影不会差到很多。那我自己是觉得某些灯光或场景皮肤会看起来比较锐一点。当然我自己皮肤的瑕疵也不能怪手机啦，就是要勤加保养。那因为我刚才不是有说我也有同时在测15 Plus 吗？那它最高的倍率其实就是主镜头2倍。我必须要说，有的时候还是不够用。例如说，你今天要拍宠物或拍小孩，一定是有距离的嘛。所以大家也可以想想看，你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时候也会需要用到15 Pro Max 的长焦镜，就实用度一定还是有差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15 Plus 它的主镜头升级也很有感，我自己用起来我觉得有点像是少了3倍镜的14 Pro Max 的感觉。然后接下来讲几个我接下来有可能会从15 Pro Max 换成 Plus 的原因，就是我觉得15 Plus 它有点像是介于14 Pro Max 跟15 Pro Max 中间的那个选项。那除了刚才讲到的相机的部分啊，还有我觉得它续航跟散热表现比较稳定之外呢，第一点要提到的就是手机的重量，就是我觉得15 Plus 真的很轻，尤其跟我上一支14 Pro Max 比起来，虽然它们体积差不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15 Plus 就有一种小巧可爱的感觉，难道是颜色加成？私心来说，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次的粉色，就是真的是太可爱了。然后它后面也换成这种磨砂玻璃，有没有？手感超好的，因为像是之前的数字系列都是亮面的，就很容易沾指纹。总之这个颜色看人心情就是超好。我其实蛮希望 Pro Max 也可以出这个颜色的。那我们再来讲几个15 Pro Max 跟15 Plus 的差异哦。首先第一个刚刚讲的就是少了一颗镜头嘛，就是长焦镜的部分，就是看你有没有需要拍远这样子。另外 Pro Max 它的萤幕有最高120Hz 的 Promotion 萤幕刷新率，但这一点我自己用下来我觉得没有差因为 Promotion 它是动态调整萤幕刷新率，它很少真的会把120Hz 放出来。但是就我所知，其实蛮多人是蛮在意萤幕刷新率的。然后呢，在下面的这个 USB-C 孔也是有差的哦。就传输规格的话呢 ，Pro Max 是 USB 3.0， 那 Plus 的话是跟原本一样 USB 2.0， 所以 Pro Max 如果用线传的话会快很多。这个部分就是你要自己衡量一下，你是不是需要传一些超大型的档案。但是我自己的标准是20GB 以内，我都可以接受 AirDrop 传送的速度。那我自己觉得对一般人来说，15 Plus 它的传输速度传照片也是非常够用的。还有另外的差异就是15 Plus 它没有动作按钮。
然后这次数字系列也都有动态岛，就是都会有这个药丸状的动态岛这样子。那总体来说呢，我之后有可能会换成15 Plus， 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 Plus 它的续航跟发热比较稳定，所以这次的新功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大家还有对哪方面有疑问，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我现在觉得我应该要买白的，如果是白色跟这一支 Plus 粉色，我可能会有一点犹豫。你们大家最喜欢哪个颜色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好，那我们今天的1个月心得就分享到这边。最后也记得分享这部影片给你周遭考虑买 iPhone 15的朋友。另外一些比较生活化内容，我都会放在 Instagram， 欢迎去追踪。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